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乐盛与格力士诉讼案可能会对伯爵公司产生的连带影响。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依你的条件、阅历、资源，你在15年当中挣1000万没有问题。格律诗的幕后人物丁元英，这个人性格孤僻，不善交往，也没有什么名气。叶小明他们就是个例子。只有我自己觉到悟道，我才有可能做到，能做到的才是我的。我们对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谁胜诉对伯爵公司的威胁更大？是乐盛还是格律诗？当然是格律诗胜诉对伯爵有威胁。如果乐盛胜诉的话，那么只是各自退回原位。而格律诗胜诉，则意味着他们掌握着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价格是法宝，市场规律就吃这一套。而我们公司的全部产品是在上海生产，综合成本跟广东相比要偏高一些，那么比格律诗就更高。我同意许部长的意见。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们希望乐盛公司是一场虚惊。我们也希望这场诉讼只是 HiFi 领域的龙争虎斗，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预警在先和创造机会。因此，我建议伯爵公司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提出，我们愿以650万的价格收购格律诗公司，同时向媒体公开发布消息。收购格律诗是预警和创造机会的需要，200万元收购那是趁火打劫。400万是抛媚眼。乐盛公司向格律诗提出600万的损害赔偿要求，说明格律诗有这个能量。我们在这个数字上添加50万，已是与争议标的有区别。你不接近他，不了解他，你怎么知道他值不值600万？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胜诉？你怎么知道该不该收购？你接近他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谈判了没有？问题是丁元英看不出来吗？所以，那只是问个好，作个揖，一份人情而已。既然格律诗胜诉对伯爵公司不利，那就做个姿态，礼尚在先，免得日后都撕破脸皮。这个动作要快。要在他们交换证据之前，心里都没底的时候发布消息，过期就不值钱了。为什么丁元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出一个陷阱？为什么乐盛公司能眼睁睁地跳了进去？为什么叶小明、冯世杰和刘冰与肖亚文面对同一个事实，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从整个格律诗事件里，我没有看到丁元英有让人感到神奇的招数。每一件具体的事都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普通事。他的确是在公平公开的条件下合理合法的竞争，没有任何秘密和违法可言。我要的神话在丁元英手里却表现得如此平淡简单。原来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神话。由此可见，人要做到实事求是有多难，而做到的人却成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的人。在这个神话里，我看到了爱。元英送给我的礼物不是神话，是觉悟。我要出差，现在就走。这次时间肯定要长一些，你在家要好好吃饭啊，不许熬夜。知道了，我会吃好睡好，不生病。那就好。
在家乖乖等我回来啊。好。我又出发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想到，这一切竟然是有原因的决裂。李秘书，你好。你好，徐市长正等着你呢，走吧。好。徐叔，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徐叔，人到了。报告，芮小丹奉命前来报道。小丹啊。徐处，你好。你好。小丹啊。我印象当中，你这是第3次被接调了吧？第1次是拐卖妇女团伙的案子，第2次是爆炸抢劫运钞车的案子，你表现的都不错。我干的都是跑龙套的差事，不值一提。我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能为前辈跑个龙套，已经很荣幸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明川刑警队的侦查员黄文显。你好。你好。这位是省厅刑侦处的侦查员曾华。你好。你好。他就是古城刑警队的芮小丹。徐处，都准备好了。好，开始吧。坐。好。吴成祥，男，195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祖籍陕西延安，大学文化程度，原任中国银行明川市分行行长，现在批捕在逃。身高1.76米左右，中等身材，讲普通话略带陕西口音，懂英语。该人涉嫌贪污3700万巨额公款，各地公安机关要立即部署稽查工作，发现该人即予拘留，并速告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原任中国银行明川市分行行长的吴成祥涉嫌贪污巨额公款一案，由于吴成祥逃到哥伦比亚后随即失踪，其他方面又没有更多可靠的线索，所以这个案子一度搁浅。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吴成祥的大部分赃款还藏匿在国内，他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一手，一旦国外的资金被查封，他还有机会重来。他在哥伦比亚改换身份进入洪都拉斯，又持洪都拉斯护照进入美国，出售护照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那么出售护照也成为这些国家的一大财政收入。吴成祥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逃避警方对他的追查。该女子叫沈楠，现年27岁，祖籍陕西省秦谷县，与吴成祥是同乡，原明川市歌舞团舞蹈演员，一度与吴成祥关系密切。在吴成祥案发前16个月辞职，在广州开了这家健身房，已经有3年没有跟吴成祥联系了。我们推测，这正是吴成祥精心策划的一部分，避免给将来留下不必要的线索。吴成祥现在需要解决的有3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在美国的长期合法居留；2是洗钱，把钱合法的转移到美国；3是把沈楠合法的移民到美国。这3件事情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接的活，而且费用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吴成祥最终要达到的就是2个人一起在美国生活的目的。在香港警方和美国国际刑警的共同协助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在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从事洗钱和非法移民活动的香港人林清。他的公开身份是纽约圣乐斯担保公司的第5大股东。吴成祥委托的人在我们的多方诱导下，已经开始和林清正面接触了。如果不出意外，他们的实质性交易将在不久后进行。小丹啊，你也来一支？不用了，谢谢。就是那次执行任务抽了一段，早就戒了。这可怪不得我，这是林清设计的。抽的像都不行，是会抽烟，而且只抽爱喜牌子的香烟。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去广州的一座别墅给林清当二奶，你是佐证林清身份真实的细节之一。通过你的形象、谈吐、气质，表明你是那个阶层的名贵花瓶。
怎么到了我这，除了坐台就是二奶，就不能让我干点别的？这个专案组分为4个独立的小组，你们3个是一个小组，曾华任组长。刚才给你们看到的情况是仅限于你们这个小组需要了解的情况，各小组间不发生联系，不通报情况，不允许打听其他小组的人员任务，一切行动由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你们这个组的任务就是围绕着芮小丹展开工作，确保在沈南这个环节上不能出现问题。沈南呢，也一定会以某种借口主动接近芮小丹，摸底试探。一旦让他感觉有疑点，仅仅这一个环节上的瑕疵，就足以让吴成祥缩回去。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将前功尽弃，几千万的巨款就将石沉大海。我们明白。小丹啊，你现在把证件和武器先交出来。从现在起，你就得研究规定角色。你的枪在你需要的时候，会有人给你送去。是。这是你的身份资料，从现在起，你就要进入角色。夏雨，谢谢李子。哎，这个。刘冰啊，跟你说个事儿，那辆宝马车呢要还给韩总，你把车里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待会儿我去给汽车做个保养和美容，你把车钥匙给我。好，保养车的人我熟，还是我去吧。哦，那好，那你去吧。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到广州已经1个多星期了，在住进这所别墅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芮小丹，而是另一个人了。夏雨，28岁，南京外语学院毕业，原中国进出口公司
国际贸易部的德语翻译。我现在的合法身份是受雇于这座住宅的主人林清，看守这套房子。头几天，我总是早出晚归。我的角色要求我必须是熟悉这个城市的人。我得从穿着的服装、使用的化妆品，乃至一个打火机这样的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等待着沈南这个人物出现。夏总，都弄好了。好。夏总，有事吗？没什么事儿，调座椅的电钮在旁边呢。我知道，我去把车还给韩总就回来。小杨出去送货了，店里的事儿你盯着点。我明白。别人把宝马车开走了，刘斌的心里空荡荡的。他没有想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巨变。刘主任，闲着呢。哟，涂老板，有日子没来了。嗨，淡季不走货。请进吧。哎，都需要什么货四仓钢琴漆，黑色来5套，棕色2套，然后原木亚光黑色来3套，棕色呢来2套，双柱音箱架来2对儿，单柱音箱架来1对儿，然后先这些吧。签个字吧。哎。小杨出去送货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啊，咱们先把货搬到门口，等会儿好上车。行。这个啊，小心点啊。好。哎呦，这个挺沉啊，这。哎，慢点，慢点。喂，喂，你好，小姐，门口有位姓沈的小姐来找你。沈小姐，我不认识什么沈小姐啊。你稍等，沈小姐和你说话。你好，夏小姐是吗？我是，我是沈南。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的一个叫林青的朋友说他给您捎点东西，他说您知道这事儿。我这个朋友因为赶飞机来不及亲自给您送来，所以就委托我转交。哦，捎东西这事儿我知道，那太麻烦您了。您进来吧，我在2号街39号。哎，好。2号街39号怎么走？一直走，往左拐，到了。好，谢谢啊。夏小姐是吧？我是夏雨。你好，我是沈南。你好，沈小姐，你快进来吧。哎，好。沈小姐，你快坐。你喝点水，谢谢。你别总是黏的了，太客气了，叫我小南就行了。那个朋友说烧的东西里边有一个打火机，必须得用专用的汽油，因为飞机上不让带，所以请你谅解。不过没关系，专卖店可以买到。
啊，就这个箱子。哇，全是世界名牌啊！哎呦，这个打火机真漂亮啊！你先生可真疼你啊！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吗？连这里的保安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用给我留那层窗户纸了。我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二奶。其实你气质很好，一点都不像。我见过这样的人，整天就知道购物啊、打麻将，没什么像不像的，价钱不同而已。你不怕吗？这可是要按重婚罪论处的。人家雇我看房子，我犯什么罪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为钱。那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翻译。你这么漂亮又有才气，可以出国呀，也可以嫁个有钱的男人啊。外国不是我们家的厨房，不是我想进就进。有钱男人也不是菜市场的鸡蛋，不是我想抓一个就抓一个。沈小姐，我们谈的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话题。我看你上的是佛教的网站，你信佛了？我还谈什么信佛呀？无聊的时候看别人聊天打发日子。哟，时候不早了，我那边还有生意，就不打扰了。我觉得你很有修养，咱们今天认识就是缘分，改天我再来看你。你是怎么过来的？我坐出租车过来的。哦，那我开车送你吧。啊，那太好了，正好你到我那儿去认门，我在城里有个健身房，虽算不上什么高档，马马虎虎也说得过去。有时间你可以常来玩。好的，那咱们走吧。哎。都到家门口了，进来坐坐吧，别让我太没面子啊。好吧。So geil. Kick off. Du verstehst mich? Ich glaubte, du verstehst mich nicht. Entschuldigung. Wenn du mich nicht verstehst, dann wirst du glauben, ich sagte, Mädel, du bist so hübsch. Du bist glücklich und ich bin auch glücklich. 怎么了？ 对不起，我刚才不会吗？夏雨，他刚才对你说什么了？算了。他已经道过歉了。怎么样？还可以吧？挺不错的。要不你也来试试？你给夏小姐讲讲这个怎么用。我去趟办公室，一会儿就过来啊。好。经常参加健身吗？没有。哦，今天看您衣服穿的不怎么合适，先看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跑步机好吗？嗯，好。对，那您以后常来多参加点锻炼，好吧？好，谢谢您。哎，没事儿，那您忙。一点小意思拿不出手，你可不能不给我这面子啊！这不可以的。哎呀，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特别有缘分，看着你我就赏心悦目。跟你说话特别舒服，你放心，我呀还不算是一个特别穷的朋友，吃个饭、逛街什么的还能对付。那就多谢了。客气什么呀？哎，也已经到饭时了，你第一次来，怎么也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回去啊。走，我请客，咱们到美食大世界去吃泰国菜。不了，改天我请你吧，我得回去了。也好，
日子还长着呢。那咱们改天再聚哈，我送你。老板吗？我是夏雨。老板不在，我是值班经理，请讲。礼物已收到，已经和沈南正面接触。你对自己的表现评价如何？还可以。很好，沈南登场是一个标志性的信息，从推测上升到了推定。但是这不能成为法律上的证据。健美中心的会员来自各个方面，有几个国外的朋友不算异常。明白。你准备对礼物怎么处理？为难，一点不动，似乎不合情理。裤子、手袋、火机必须得用，其他的可以不动，以合乎情理为标准。太贵了，以后不会强卖给我，然后再扣我工资吧？那可没准儿，制度也得有个灵活掌握，还得看老板啊。好好干，等收到奖励，用奖金抵扣也不错嘛。为了工作适当破费点，无碍。有消息说你不想干刑警了，打算出国留学？经理，这个问题不在汇报工作范围之内吧？哈哈。闲聊几句，无碍。不是不想干刑警，是女人老得快，也淘汰得快，跑不动就成累赘了。唉，可惜了，你是个不错的刑警，你们局长都说你脑子好使。哦，备受鼓舞。小姐，请进，随便看看。先生，您的车不能停这儿，一会儿这辆车装完货还得出去呢。我们是上海伯爵音响制造公司北京办事处的，我们找格力诗公司的负责人就停2分钟就走。肖总不在，我叫刘斌，是格力诗公司办公室的主任，有什么话你们可以跟我说，我负责转告。这是我的名片，给您。这是经上海伯爵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的意向书，这一消息明天见报，本公司期待贵公司的答复。刘先生，麻烦您在回执单上签个字吧。
谢啊。看我干嘛？送货去。小姐，您看的什么？我想要你这套音响，包括这个配套的机柜，还有这2个音箱架子，我都要。你们看这牌子，这是样品。看到了，昨天我的人来了就看到了，而且还看上了你这套音响。这套要是能卖的话，早就卖了，等不到现在了。实在抱歉，你还是到别的店去看看。我们老总交代了，这套音箱不能卖。我有音响，论牌子比你这响多了，论价格能买你这3套。可我不就看上你这套了吗？要在别的地儿能买，我跑你这儿来干嘛呀？你也别道歉了，开个价吧。哎，车装好了，结账吧。实在对不起，这不是价钱的问题，您还是请回吧。我要给他结账，失陪了。韩总，小文啊，哎，你好，你好，哎，坐吧。好。韩总，大哥让我把车给您送过来。公司刚买了新车，小丹也有车，这车使不上了。你这又是公司又是大哥的，口气里有东西吗？在丁总面前晃悠了几年，长急了，正赶上有个机会，就混进公司了。好，好啊。只是那辆车是我叔给元英的，不应该再送回来。大哥说了，这车他使了2年多，意思到了。小丹有车，他真的用不上。行，随他吧。师傅，您忙完了吗？您还是请回吧，等了也没用。不是跟您说了那是样机吗？总经理交代了，不能卖。您不能让我为了这事儿丢了工作吧？外面那辆奥迪车是你们的吧？是啊，这和音响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奥迪车还在，证明你们经理应该没走远吧？既然你做不了主，哎，那我跟你们经理聊。反正今天我来了，就没打算空手回去。朋友，你知道这小姐是谁吗？别说今天买你的音响，就是白使你格律诗的音响，也是给你们面子。好，好，好，你们稍等，我现在就给总经理打电话。这么说来，你现在成了格律诗的掌门人了。啊，对不起，韩总，我接个电话。喂，我是肖雅文。哦，那套样机已经卖给欧阳雪了，不能卖了。我一会儿回去，先这样。雅文，看你文文静静的，我还真想不出，你站在法庭上会是怎样一个风采。韩总，公司有件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别生气啊。这咨询又不是做决定，说吧。公司租用正天大厦地下仓库的合同今年10月底到期，当时多租了几个月，是考虑到音箱有销不出去的可能。现在仓库没用了，如果现在有人想租，我的意思是在正天大厦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这样公司就有可能省去4万多元的房租。我想跟您咨询的是，我去正天大厦谈这件事儿合不合适？正天大厦有没有可能退给我4个月的房租？如果正天大厦有损失的话，我就不谈了。谈不上损失，那个仓库啊，随时都能租出去。我看这事儿你可以直接找马总说。
马总他们刚走。这样，你现在下楼，在大门口等着，我给马总他们打一个电话，你们就在楼下广场见面。记住，就你们两个谈，有了意向了再走个程序。好，谢谢韩总，那我先去了。马总，给您添麻烦了。哪里？意思我都知道，可以理解。你现在去哪儿？哦，我谈完事儿就回音响店了。那我送你吧，咱们车上聊。好的。马总，您看这事儿为难吗？退你4个月的租金，再赔你1个月租金的违约金。你在店里等着，过几天呢，我派人找你协商，你在协议上签个字，收钱就是。我违约了，你们还赔我违约金？那不行，谁的面子也不能这么办事儿啊！这个事情要办啊，就得有一方违约，不是你违约就是我违约，谁违约都得付违约金。那块地方想租的人多着呢，我必须是为了照顾关系，才不惜跟你违约租给他人。不违约就不够意思，违约才有价值。你要是不想害我呢，就接受违约金。这个钱是承租方出，正天大厦不会有任何损失。承租方出了钱还得感激我，不出钱反而不是个人情了。长了一回见识，真黑呀！不是咱想黑，是不黑不行啊。用元英的话说，这个世界要不是黑白颠倒，那还叫众生吗？那该叫天国了。这是博学公司送来的一份意向书，就是那2位要买样品。好。小姐，是你要买音响吗？你就是这儿管事儿的？哦，是的，让你久等了，我很抱歉，请允许我向你解释，这套音响呢不仅是样机，而且已经售出了，买主也是一位女士，所以我很抱歉，这套音响真的不能卖给您，请您谅解。你就是把音响界搞得沸沸扬扬的那个人。我没那么大的能量，也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我是歌手楚洁，特别喜欢音响，朋友都管我叫39婆，说我发烧到39度，把头都给烧晕了。其实一开始我对国产的音响不是很感兴趣，就前几天去法国演出，然后逛音响店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这种2台前级、4台后级的推法，我当时就震了，我太喜欢了。结果一打听还是国产的，这不是回国马上就找这音响吗？谁知道已经买不到了。楚洁小姐，我很喜欢你的歌，幸会幸会。谢谢你。我认为啊，好剑就得卖给好剑客，好音响呢，自然也得卖给喜欢它的人。我工作真的很忙，今天在你这儿又等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不拿到音响，我是不会走的。你虽然说它已经卖出去了，可是它还在这儿啊。你既然没有标出它是非卖品，也没有说它已经售出，所以我就有理由认为这是我可以购买的商品。楚小姐，这套音响真的已经售出了。买主是欧阳小姐，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公司的股东。因为这套音箱是最早的一批，她希望留一套原汁原味的，也因为她是公司的股东，音箱一提走，店里就空了，所以呢，就一直摆在这儿。那我就更得要了，我就是要第一批原汁原味的呀。我是真的被你感动了。要不这样，我给欧阳打个电话，你跟他说，要是他同意，你就搬走；要是他不同意呢，你也别让我为难。那你打给他吧，我来说。好。喂，欧阳，我是雅文，
知道有个歌手叫楚杰吗？他现在在店里坚持要买你那套样机。好，我让他跟你说。喂，哎，欧阳小姐你好。楚小姐，你好，你好，我很喜欢你唱的歌，谢谢你这么喜欢我们格律诗音箱，我同意那套样机转让给你，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啊。打包装车。先等会儿，我把这边擦一擦。看这儿吗？放这儿。摆这儿，摆这儿。肖总，哎，你觉得怎么样？行，就这样，今天就到这儿吧。哎，来，快点。你们也赶紧吃饭，早点休息。肖总，店里人手不够啊。现在招人，一旦败诉了，人家刚上班就失业，那就把人家给耽误了。先这么维持着，等诉讼有了结果再说。对啊，你去吃饭吧。不给你带回来的。刘斌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肖亚文会在诉讼前景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入股公司？同样，伯爵公司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出650万收购格律诗，他们又是根据什么判断出格律诗会胜诉？也就是说，几天内他退出公司的代价至少是70万。刘斌的心里极度不平衡了。不违约就不够意思，违约才有价值。你要是不想害我呢，就接受违约金，这个钱是承租方出，正天大厦不会有任何损失。您还是请回吧，等了也没用。不是跟您说了那是样机吗？总经理交代了，不能卖。您不能让我为了这事儿丢了工作吧？好音响呢，自然也得卖给喜欢它的人。我工作真的很忙，今天在你这儿又等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不拿到音响，我是不会走的。刘斌的失落神态，让肖亚文心中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悲悯。他明白，伯爵公司这份收购意向书会给刘斌造成的心理冲击。然而，凭空冒出来的收购意向书，这和当前的诉讼有什么关系呢？伯爵公司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这些在肖亚文心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刘斌此时最需要的是给自己空虚的心里找到一个支点，是他们这些人艰苦创业2年，死打硬拼才有今天的局面。他迷恋开宝马到处走的日子，绝不能一无所有。是我，刘冰。你在哪儿啊？我在北京。什么事儿？咱们上人家当了，
今儿伯爵公司派人送来一份意向书，说是要以650万收购格律诗。既然伯爵开出这个价，就说明格律诗的价值肯定高于650万。你想想，当初我们要退股的时候，欧阳雪为什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结果没几天，肖小文就买了格律诗51%的股份。当初我的股份最少，如果按损失计算，退出公司的代价就是70万。70万啊！想想都吐血。现在肖小文是公司的控股方，这才几天时间，他就赚了300万。要不是料定没有风险，他会干这种傻事儿？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不明不白被人踢出来。这件事背后一定有阴谋，没准早就策划好了。我们被人家骗了，还蒙在鼓里头。咱们几个真是够傻的。那又能怎么样呢？即便是个阴谋，退股也是咱自己提出来的，人家没有难为你，那是表示人家大度。玩的真高啊！你就是想说理也找不着地方。咱们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硬往上凑，只能说明自己弱智，没有自知之明。你的意思，这事就这么算了？结果已经这样了，再说啥都没用，只能认命吧。好歹你现在还留在公司里，怎么说你也是这个公司的元老，以后啊，不定有个什么机会，你可能就混起来了。我已经把欧阳雪得罪到家了。刘大爷啊，我出去接个电话啊。说吧。喂，谁呀？你大点声。你好，小姐，要来个什么？一杯蓝山咖啡，稍等。谢谢。上来。刘斌，你冷静点，冷静点啊！自从咱退了股后，我一直睡不着觉，我心里老想这事儿了。我不认为是别人骗了咱们，所有的判断都是咱们自己做出来的，跟别人没关系。当时那种情况，欧阳雪能同意给咱们退股，我觉得已经够可以的了。说句难听的话，那是人家不给咱一般见识。我还是那句话，啊，要怪就怪咱是烂泥巴扶不上他妈墙。那你怎么解释肖小文买股份的事？这还用解释吗？没有人家一个女的有种，也没有人家有脑子呗。妈，当初咱一手把公司操持起来，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还得跟在这女人后面肖总叫，还被他整天呼来喊去，真他妈来气！哎呀，行了啊！都这个时候了，再说这话还有什么意思？没劲啊！行了，就这。
小姐，我能请您喝杯咖啡吗？谢谢，不可以。被您拒绝，真是让我感到是一件愉快的事。您很漂亮，而被您拒绝，更让我感到您内在的修养。喝杯咖啡倒也没什么，然后呢？然后聊聊呗。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那您为什么不请一位男士，而一定要请一位女士呢？您不够诚实，而且您千万别说秀色可餐。如果是那样的话，您就到旁边参去，连咖啡钱都省了。然后就认识了呗。然后呢？有缘分的话就交个朋友呗。然后呢？然后就真没然后了。然后就上床了。不然您大可以秀色可餐。您看，一杯咖啡承载着这么伟大的使命，您还是自己留着，有的放矢吧。那您来这种地方干什么来了？哼，那就要把这儿的老板请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咖啡厅误解了您，还是您误解了咖啡厅呢？对不起，小姐。这个晚上，有不少人难以入眠。格律诗事件给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其中的道理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萧亚文在咖啡屋静静地坐了3个小时，他终于明白了，伯爵公司此举只是虚晃一枪而已，意图并不在于收购，而在于接近了解格律诗。不简单呢，伯爵公司这叫居安思危。服务员，买单。歡迎光臨，小姐幾位呢？有位了，呢邊請，謝謝。喂，沈南，你到了吗？我就在门口呢。哦，我到了。哎，这儿呢。啊。等好久了吧？还好，我也刚到，挺热的，喝口茶呗。我自己来。好。最近忙吗？还行。我刚才去了趟电信局，顺便把你的话费也交了，省得你再跑一趟。真谢谢你了，连这点小事还想着我呢。你这是干嘛？拿着。你也太客气了。那好吧，一会儿就拿这个买单，全当我请你吃饭了。上2次都是你请我，我也不能太不像话了吧？夏雨，我今天约你出来，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希望你有兴致。别再像上次那张健身卡似的，一次都不来，只为应付我一个面子。什么事啊？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几天，换换心境。可是一个人去吧，又太孤单了，又找不到合适的伴儿。你有时间，咱俩又谈得来。如果咱俩结伴旅行，那是最好了。这大热天的，去哪都不如在家待着呢。谢谢。我老家在陕西秦谷，小时候跟我父亲回去过几次，只知道那地方穷，却不知道还有壶口瀑布、黄帝陵这么有名的地方。我想去陕西玩几天，去看看兵马俑、大雁塔，再看看壶口瀑布，尝尝正宗的羊肉泡馍，顺便回老家看看。我跟你比不了，你是自由人，我可是由不得自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哪里呀？林先生这么宠你，这点小事应该不会不同意吧？我就想有个伴儿，你就全当陪我去玩了，一切费用都归我。那就更不行了，我要去啊就自己出钱。其实谁不愿意出去旅游啊？我只是不想让人觉得我蹬鼻子上脸。这事儿我还不能答应你，得先问问林青。这个容易啊，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现在是纽约时间早上7点多，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合适。你都快8点了，该起床了。哎，你打电话问问吧，问问。是我，对不起啊，这么早打扰你休息了。有个朋友想约我出去旅游几天，我想问问你的意见。那我就答应人家了。那好，那我先挂了，你注意身体，想你。同意了，同意了，太好了。来，咱俩以茶代酒，干一杯。我得好好计划计划。夏雨，你的话费不多呀。我给谁打呀？以后你要是闷了，就给我打电话，我陪你聊。陪我聊？你生意还做不做了？夏雨，你打算以后就这么下去了吗？怎么可能呢？我已经28岁了，一天不如一天水灵。这个游戏规则是，只容你花开，不容你凋谢。是老板吗？我是老板，知道你那里有情况，已经等你多时了。与沈南商定3天后飞西安，名义是旅游。林青同意我去西安，是否能理解为指挥部的意见？另外，今天沈南以帮我交电话费的名义查询了我的通话记录。沈南不敢贸然调查你，一查就暴露他自己了。他要调查你的前提，首先是要保证自己没有嫌疑。你的身份设置经得起调查。林青同意你赴陕，是指挥部的意见。你对沈南的陕西之行有什么判断？我仅根据这边情况做2点判断：第一，延安秦谷是吴晨祥和沈南的老家，沈南这一次陕西之行可能是单纯的旅游，而应该是吴晨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意在给人以具赃款为假象来试探我们。第二，沈南不知道也不会参与赃款的提取和藏匿，这里既有吴晨祥对他的保护成分，也有不信任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沈南实行监控。沈南周围一定还有第3只眼睛，否则吴晨祥策划他的陕西之行就没有意义了。通报一个你需要了解的情况：吴成祥的代理人已经明确通知林青，吴成祥为了防止赃款转移过程中的黑吃黑，已经通过代理人与广州的黑社会达成了交易，出100万元买你夏雨的人头，以此制约林青。我的头有这么值钱啊？杀手以嫌疑为核心，然后会步步先于，以便于他们观察和隐蔽。吴成祥让沈南拉上你有3个目的：一是让旅游的事实成立，为出行的真实意图做掩护；二是试探虚实，陕西这边安全，广州那边就会有动作。一旦他们发现陕西这边有人跟踪，广州和纽约那边就会立即停止。3是防止赃款转移的黑吃黑，拿你做人质。明白。你们组的曾华和黄文贤今晚连夜开车赶往西安。延安是吴成祥的老家，他当行长期间曾为老家做过事情，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吴成祥在延安的社会关系。陕西警方出于保密的考虑，从秦谷抽调3名刑警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你的安全
不仅取决于你们这个组，其他组的行动不慎，也会波及到你的安全，你要特别小心。一旦情况紧急，会有人把武器给你送去。爸，熟悉西安吗？以前旅游去过一次，执行任务去过一次，但我和沈南说没有去过，以免这一次旅游的理由太牵强，让他们产生怀疑。要特别注意细节，一定要做到慎之又慎。是。请问乐盛公司打赢今天这场官司是不是胜券在握？乐盛公司能否通过这场官司重新树立起在音响圈上有心目中的形象？你们怎么看伯爵公司以650万收购格里仕公司？相信法律，相信法律啊！你好，请问格里斯公司会接受伯爵公司的收购吗？请问你对诉讼结果乐观吗？对不起，现在不能说这话，谢谢。来，请让一下。那互相交换一下证据。我是肖雅文，是北京格律诗公司的法人代表。这是格律诗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请验证。原告方乐盛公司的证据是音箱生产厂家、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和一份由乐盛公司计算的格力士音箱最低成本的综合评估报告。尽管林宇峰对诉讼有信心，但信心毕竟不是结果。他心里还是隐隐萌动着一种无以名状的不安。格律诗公司没有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诉答辩状，放弃了一次答辩权利。这说明什么呢？是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打这场官司，还是格律诗公司内部出了问题？林宇峰在想，对方能拿出什么证据呢？我方的证据材料包括有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喇叭、箱体、接线柱、标牌、包装箱等进货发票；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成本明细表；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2005年北京格律诗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古城王庙村与北京格律诗公司订购合同；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录像；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个体工商户证词；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成本核算表、生产成本原始记录。王庙村独立的个体工商户，这样一来，格力士作为诉讼主体就被蒸发掉了。我们的诉讼对象就应该是王庙村那些农民，真高明。喂，严所长吗？证据交换完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很严重啊！啊，我现在就到机场，啊，见了再说吧，啊。喂，赵青，我是宇峰。宇峰，情况不太好啊，对方的证据很充分，格律诗实际上就是扶贫公司，完全是贫困村的农户式生产。一句话，在不是人待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跟老天爷的资本家一样，根本不是工业生产的成本概念。幕后策划是丁元英，详细情况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再谈吧。证据里有 VCD 影像资料，
你让方秘书准备一下播放设备。蒋律师刚才已经向严所长通报了情况，败诉几乎是定局了，可能需要考虑败诉以后的应对问题，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丁元英，农户是什么？红枣儿甜又香，送给这亲人尝一尝。一颗枣儿一颗心，哎要好心心向着共产党。一颗枣儿一颗心。周总，雨峰啊，你怎么闲了？生产和销售都停了，闲着没事儿找你聊聊。来，坐坐。哎呀，我这里上了一档新花样，革命少女3人组合，用新配器和新唱法翻唱老革命歌曲，没准能火一把。也是一种革命传统教育。你在欣赏音乐方面比我在行，既然来了，帮我指点指点。这是舞台综合艺术，听我指点，你怕连成本也收不回来。赵青前2天跟我说，你们几个在金海饭店的酒桌上，把我给批判了。哎呀，那天凑在一块喝酒，又聊起你们起诉格律诗公司的事儿。我和几个老总啊，就数到了你几句。赵青说我们不懂，那是战略需要。我觉得呀，你在处理对方求和的问题上有一些前途。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何必再弄一些记者给人抖了抖了，搞得满城风雨？你在音响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应该有点风度嘛。现在已经不是风度的问题了。刚才赵青从北京来电话，证据交换刚进行完。格律诗居然是个扶贫的公司。是贫困村的农户式生产，弄得碰上不要命的，败诉基本上已成定局。真他妈见鬼了！扶贫，扶贫，农户式生产，那种场面，能想象得出来。你的大话已经叫媒体炒得开了锅。要真的败诉，怎么收场？说大话是为了打击对方的信心，煽动媒体造声势。你以为我不说那句大话就可以不跳楼了吗？跟那个没关系。市场一死，整个公司全死，跟着就是债主一窝蜂的上门讨债，再接下来就是破产拍卖。我难道还去摆地摊糊口不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能不去关注一下那位幕后的丁先生了。这里不是说这种话的地方。走，去我办公室。
师傅，咱到西安厂里走走。行，走吧。赵青第一次跟我说这事儿，我就说呀，这个事儿不可以掉以轻心。就凭丁元英是正天集团总裁的朋友，就凭韩楚风送给他那辆车，这个人物肯定不一般。我正是看到了这些背景，才去判断格力士公司的情况，所以只往规范现代的模式上考虑了。谁能想到，几个发烧友的公司还扶得哪家的贫呢？从另一方面说，丁元英跟他们确实没有利益关系，甚至以前都不认识。志伟去年就知道这个情况，不是现在。也许啊，这个事儿一开始就是个拳头。不是也许，而是就是。威胁他，还是除掉他？收买肯定不行。伯爵公司已经开出了天价，要是能收买的话，现在应诉的应该是伯爵公司。以你的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处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雨峰啊，算了，咱不玩音响了，啊，潮起潮落常有的事儿，别老放在心上。到我这儿来，你愿意单干，我给你支个摊子；你愿意热闹，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头搅和。乐盛那边的事儿交给赵兴，让他们折腾去。中国音响的餐桌上，就真多我林宇峰一把椅子。杀人不难，杀人不留麻烦。杀手和知情者是你一辈子的隐患，不留麻烦也不难。什么样的价位享受什么样的服务，当然你出得起100万，破产以后也出得起。好，不留隐患也容易了，但是不留心病难。背着一条人命过日子，这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绝症。这仅仅是其一，还有其二、其三。有道理。说说其二。杀了一个丁元英，乐盛公司就得救了吗？不会，只能垮得更快。因为你们是在做市场，市场就讲究社会形象和公众评价，这是企业的命根子。如果市场救不了你，那么杀这个人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如果竞争不过人家就去杀人，你就是把全世界的奖杯都抢回家，又有几分含金量呢？丁元英跟你真有深仇大恨吗？人家好歹还是在扶贫，你真怕穷吗？你是丢不起面子。其三，黑道不是谁家独有的买卖，你能花钱买到的东西，别人花钱一样能买到。正天集团的总裁缺不缺那点买你命的钱呢？赵兴说，赞助10大音箱测评的是个开赌场的德国女人。一般的朋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女人缺不缺那点买你命的钱呢？除掉对手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除掉对手是给自己掘了一坟，那么杀这个人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看来，弱肉强食的法则放到哪都合适。这还都只是一些权衡利弊的东西。重要的是，你林宇峰是中国 HiFi 音响的有功之人，是发烧友心中的英雄。就为这，你活着一辈子都值了。无论躺着站着，都该是条好汉。这个污点你沾不得，只要沾上，别说你这辈子擦不干净，你从前所有的成就感都会被造走。你有多少钱也不妨碍发烧友评价你是个渣子。如果败诉只是舍几个钱的问题，我就没这么闹心。脸蛋子，那可不是女人涂脂抹粉的脸蛋。老弟呀，哥哥我不是好人，是过来的坏人。我是真心把你当为朋友，才说了几句人话。你在这种时候来找我这种朋友，潜意识里就有想用那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念头。道就是规矩，既有所能，就必有所不能。这是一支好枪，里面有7发子弹。不管你有没有那种念头，至少不能经过我的手脏了你的名字。你掰的太大了，一看就不是行家吃的白葡泡馍。太大呀？对呀，你看，一般会吃馍的都掰的特别小。你以前吃过吗？没有，想着也没吃过。一会儿尝尝，味道很不错的。人家说你要来一趟陕西，如果不吃一碗老孙家泡馍的话，就等于白来一趟。泡馍也是陕西的一大特点，提起羊肉泡馍，都知道是陕西名小吃。这一家是最好的，对，味道最正宗的。好，谢谢。林宇峰需要消化这种突然的变化给他带来的心理波动。他外表是沉静的，而过于沉静的外表恰恰诠释着他内心的沉重。他被一种溃败的情绪笼罩着，严峻的现实与刚烈的性格绷紧了他每一根神经。如果败诉，乐盛的经营体系真会瘫痪吗？就真这么不堪一击吗？思前想后，他觉得，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再抱什么幻想，就是自欺欺人了。纵观商场惨败的案例，因为一招不慎而导致全盘结束的案例举不胜举，自己怎么就不从中汲取点教训呢？他在心里懊悔叹息，聪明反被聪明误，拿人家的音响当托，1000副套件给人家设陷阱，拿诉讼置人家于死地，自以为高人一筹，结果呢，用自己的矛戳穿了自己的死穴。
极端的自尊心让他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似的堵得难受，有一种要憋死的窒息感。葛律师够狠，伯爵够阴，斯雷克够损，乐圣够蠢。一向自负而刚强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欲哭无泪，什么叫欲诉无声。那么，败诉之后，债权人会如何选择呢？债权人最希望看到的是乐圣公司能够依靠着现有资产走出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与葛律师合作。乐圣与葛律师就成了优势互补，反而强化了市场竞争力。或许这正是丁元英策划葛律师事件的真正目的。即使败诉，也是他林宇峰个人的败诉，而乐圣公司仍有出路。那么现在就撤诉求和，这样能保住自己大股东的地位和利益。这个念头仅仅在林宇峰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的心就立刻被一种巨大的绞痛覆盖。挺香的，香吧？好吃吗？味道真不错，真是名不虚传。来，再放点辣子，味道是更地道了。能吃辣吧？还行，没准你下次还会想。谢谢你。好，坐，请坐。好，江律师，来，严所长，辛苦了啊！咱们辛苦，请坐啊。坐。董事长，严所长，咱们先把葛律师的证据研究一下，然后再细说。谢谢。那么精致的音箱，居然是在这种简陋恶劣的条件下生产的。他们的成本控制已经细化到一张小小的砂纸了。这样的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和管理设施的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固定资产折旧，没有休假日，没有用工条件限制，
这种干法几乎是原始资本主义的奴隶榨取式生产，这种成本对法律制度规范下的工业化生产根本就没有可比性。